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佛说，人生有8苦，生老病死爱别离，哪一苦你都逃不过。人这一辈子常常会遭遇各种病痛、苦难和贫穷。无论是谁，穷人也好，富人也罢，都需要面对生老病死。再有钱，也无法阻挡病魔的袭来；再有势，也无法阻挡死神的脚步。生老病死，为什么是每个人的必然经历呢？其实上天赐给我们病痛，不是为了折磨我们，而是有这几个目的：一、感受人世间的真实滋味。有人说过，人生就是一场宴席，在这场宴席当中，你会品尝到甜的、苦的、酸的、辣的、咸的、臭的东西。这就是人生百态。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当中，多半无法感受到这些人生百态。这个时候，为了让我们活得真实，老天就会让我们生病。生一场小病，我们会吃不好、睡不好，活得忐忑不安；生一场中等的疾病，我们整个人都会消瘦，心态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。比如，以往悲观消极的人，在生了一场小病后，就会珍惜眼前人；以往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，在生了一场中等的疾病后，就会特别热爱生活。改变一个人，只需要让他生一场病就够了。在病痛当中，人们会发现自己的不足，会反思自己的过往，真正做到三省吾身。当然，无论是发现不足，还是反思过往，都跟品尝各种人间滋味有关。这滋味，非大彻大悟之人无法品尝。二、不再贪婪，活在当下。单位的老陈，自从经历过一次车祸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在车祸之前，他贪婪无比，欲望滔天；在经历车祸、大难不死后，他活在当下，啥都不争。朋友就问他：“老陈，怎么你变化那么大呀？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”老陈只回了一句：“躺病床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人如此脆弱，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”我得出了一个答案：人生的意义不过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分、每一秒罢了。如果老陈因为车祸去世了，那他的人生就戛然而止了。可他活了下来，就说明老天给了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可以继续活下去。人活着，如果心比天高，结果不过是命比纸薄罢了。人活着，如果可以做到不贪不求、不争不怨，多半能够长长久久、细水长流。还未经历过生死，就不会知道活在当下的珍贵。唯有经历过生死，才会彻底明白，一天不值一天事，能多活一天，就等于多赚一天了。三、让人看透这万事万物的规律。古人有诗云：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这尘世间的一切人与物，都会轮回更替，旧的一切逐渐消失了，新的一切会逐渐出现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生病跟新旧更替有什么关联呢？最大的关联就在于，生病会加速躯体的衰老和油尽灯枯。每个人都会在病痛当中无奈离去。就拿60岁过后的老人来说，他们动不动就生病，身体动不动就有问题，庞福日薄西山一般。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呢？很遗憾地说，大自然的规律一直在起作用。就像一朵花，该旺盛的时候它就会旺盛，该枯萎的时候它就会枯萎。所谓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岁月、病痛面前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。哪怕是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规律。4、敬畏自然，敬畏天地，敬畏生命。
在农业社会，农民需要靠天吃饭，所以他们会敬畏自然，不会破坏自然。随着工业机器化生产模式的出现，人类觉得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，就会破坏自然。比如，在19世纪英国工业化大发展的时候，污染了水源、环境、空气，造成了无数人生病、短命，最后在痛苦当中离去。为什么污染环境就容易让人生病？因为人们没有顺应自然去做事。可以这么理解，敬畏自然就是在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古人有一个观点，天人合一。儒家的天人合一跟顺应天道有关，而道家的天人合一跟修身养性、尊重自然规律有关。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，还是道家的天人合一，都在强调人要顺应自然而活。比如说，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尊重环境的发展，不做违背天意的事。敬畏自然等于敬畏自己的生命，如此而已。人生路上付出一些代价，往往才明白活着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意义。生活中的病痛虽然令人痛苦，但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折磨，而是上天赋予的一种体验和教训。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，以为陈俊生会爱他一辈子，永远都不变心。可现实给了他狠狠的一击，让他知道，男人对爱情做出的承诺，不过就是个毒苹果。丈夫说好了会养她一辈子，她当真了，放弃了发展自己羽翼的机会，没有了展翅飞翔的能力。在这样的境遇下，她被抛弃。陈俊生当初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，转眼就会全部说给另外一个女人听。痛过，才不会那么天真，不敢再把人生的主动权交到别人手里。真正痛过的人，会为自己而活，找回自信，找回靠自己赚取一切的能力。痛是一种领悟，只有痛过，才能更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，走得更加踏实，可站稳脚跟。痛是一种警醒，没有痛过，或许你认识不到现在拥有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。老天爷让我们经历生病受苦，并非是出于恶意，而是为了我们的成长和觉醒。这些经历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们带给我们宝贵的教训和启示。通过正确的态度和积极的应对，我们可以从困境中汲取智慧和力量，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的目标。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经历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，追求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人生。经历过疼痛后的人生路，会越走越通透。幸福或许并不是遥不可及，而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坦然接受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那么，你是这人生真正的赢家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